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女子破屋躲雨，却发现母猪谈话。母猪说：“回家不要喝茶。”江南水乡，烟雨朦胧，小桥流水人家，一派诗情画意。在那远离尘嚣的小村庄里，住着一位名叫翠兰的女子。翠兰生得清秀可人，心地善良，平日里以织布为生，日子虽不富裕，却也过得有滋有味。那日正值初夏，天公不作美，午后时分，乌云密布，雷声隆隆，一场大雨倾盆而下。翠兰正巧从集市归来，手中提着些日常用品，眼瞅着雨势越来越大，四周又无避雨之处，心中甚是焦急。就在这时，他瞧见不远处有一座破旧的屋子，虽已年久失修，但好歹能遮风挡雨。于是翠兰加快脚步，奔向那破屋。破屋之内昏暗无光，透着一股霉湿之气。翠兰放下手中的东西，拍了拍身上的雨水，正欲找个干净些的地方坐下，忽听得一阵哼哼唧唧的声音传来。他循声望去，只见屋角处一头母猪正趴在地上，双眼紧闭，似是在沉睡，但那哼哼声却越发清晰，仿佛在诉说着什么。翠兰心中好奇，这母猪怎会发出如此怪声？她走近几步，仔细一听，竟惊异地发现，那母猪口中竟吐出了人言：“唉，世道炎凉，人心不古啊！”翠兰吓得差点没叫出声来，她揉了揉眼睛，再仔细看了看那母猪，确认自己没有听错，也没有眼花。母猪见她如此反应，似乎并不惊讶，缓缓睁开眼，那双眼眸竟闪烁着几分智慧的光芒。“姑娘莫怕，我虽是一头母猪，却也有几分道行。”母猪开口说道，声音虽粗犷，却带着一丝温和。“你我有缘相遇，不妨坐下聊聊。”翠兰强压下心中的惊恐，找了个破旧的凳子坐下，与那母猪保持了一段距离。母猪见状，微微一笑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本是山中一修行1000年的母猪精，因贪恋人间烟火，不慎落入凡尘。这些年，我虽身处猪圈，却心向大道，日夜修行，只盼有朝一日能重返天界。”翠兰听得目瞪口呆，她虽是个乡野女子，但也知道这世间万物皆有灵性，只是从未想过一头母猪竟也能修行成精。她定了定神，问道：“那你为何会在此处？又为何会说人话？”母猪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今日乃是我的大限之日，雷劫将至，我自知难以逃脱，便想找个僻静之处，了此残生。至于说人话，乃是我修行多年所得，不足为奇。”翠兰闻言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同情。她问道：“那你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？”母猪眼中闪过一丝哀伤，道：“我此生最大的心愿，便是能再见我那失散多年的儿子一面。他本是山中一野猪，因我修行时不慎泄露天机，被天敌所害。我虽救下了他的性命，却也因此失去了与他的联系。这些年，我日夜思念，只盼能再见他一面，告诉他，母亲从未忘记过他。”翠兰被母猪的深情所打动，她想了想，说道：“那你可曾想过，或许你的儿子也在寻找你呢？”母猪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曾多方打听，却始终没有他的消息。或许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吧？”翠兰闻言，心中更加难过，她不知该如何安慰这头可怜的母猪。就在这时，屋外的雨势渐渐小了，天空也开始放晴。“姑娘，你且回家吧。”母猪说道：“你我今日相遇，便是缘分。日后若有机会，还望你能帮我打听一下我儿子的下落。”翠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定会帮你留意的。”说罢，
翠兰便起身告辞，离开了那座破旧的屋子。回到家中，她心中仍是难以平静，那母猪的话仿佛还在耳边回响。她想起自己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不禁也生出了几分感慨。夜幕降临，翠兰点亮了油灯，坐在桌前，心中思绪万千。她想起那母猪的遭遇，又想起自己这些年来的辛苦，心中愈发觉得孤单。就在这时，她忽觉口渴，便起身去泡茶。然而，当她拿起茶壶，正准备倒水时，却猛地想起了母猪临别时说的话：“回家不要喝茶。”翠兰心中一惊，手中的茶壶差点掉落在地。她定了定神，心想：那母猪为何会如此叮嘱？莫非这茶中有什么蹊跷？她放下茶壶，仔细回想今日之事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那母猪突然出现，又突然说出人言，还告诉她不要喝茶，这一切仿佛都是精心安排好的。她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决定不再喝那茶，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思考。这一夜，翠兰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她想起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，又想起那母猪的话，心中愈发觉得疑惑。她决定明日一早便去那座破屋看看，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。次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翠兰便起身洗漱完毕，匆匆吃了些早饭，便向着那座破屋走去。一路上，她心中忐忑不安，不知会遇到什么。当她来到破屋前时，只见屋门紧闭，四周静悄悄的，仿佛昨夜的一切都未曾发生过。她推开门，走了进去，只见屋内依旧昏暗无光，那母猪已经不见了踪影。翠兰在屋内四处寻找，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。然而，她找遍了每一个角落，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。她心中不禁有些失望，难道昨夜的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幻觉吗？就在这时，她忽觉眼前一亮，只见屋角处有一块石板微微隆起，似乎被人动过。她心中一动，走上前去，用力推开那块石板，只见下面竟有一个洞穴，黑洞洞的，不知通向何处。翠兰心中好奇，便点亮了火把，沿着洞穴走了进去。那洞穴曲折蜿蜒，越走越深，仿佛没有尽头。她小心翼翼地走着，生怕遇到什么危险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忽然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声响，似乎是有人在说话。她心中一惊，加快了脚步，向前走去。不一会儿，她便来到了一个宽敞的石室之中，只见石室中央坐着一个身穿道袍的老者，正闭目养神。那老者见她到来，缓缓睁开眼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终于来了。”翠兰心中一惊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何会在这里？”那老者站起身来，走到她面前，说道：“姑娘莫怕，我乃道教中人，道号玄机子。昨夜与你相遇的那头母猪，乃是我的一位故友，他因修行不慎，落入凡尘，幸得姑娘相助，才得以解脱。”翠兰闻言，心中恍然大悟，原来那母猪竟是道教中人的故友。她问道：“那他现在在哪里？”玄机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他已经回归天界了。临别前，他托我转告姑娘，那茶中有毒，幸得姑娘没有饮用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翠兰闻言，心中一惊，原来那母猪的话竟是真的。她问道：“那茶中的毒究竟是谁下的？”玄机子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。那茶中的毒，乃是一位修炼邪术的妖人所下。他企图通过控制翠兰姑娘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幸亏那母猪及时发现，才避免了这场灾难。”翠兰闻言，心中感激不已。她没想到，自己无意间的一次善举，竟救了自己一命。她问道：“那妖人现在在哪里？”玄机子道：“
他已经被我制服，关在了石室之中。只是他修炼邪术多年，实力非同小可，若想彻底消灭他，还需费一番功夫。翠兰闻言，心中暗暗庆幸，自己竟能遇到如此高人相助。他说道：“道长，我能做些什么吗？”玄机子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姑娘心地善良，又有慧根，若愿意的话，可以随我一起修行，日后必成大器。”翠兰闻言，心中一动，她想起自己这些年来的孤单与无助，若真的能修行成道，或许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于是她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愿意。”玄机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，那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玄机子的弟子了。”说罢，他便开始传授翠兰修行之法。翠兰天资聪颖，又肯吃苦，不久便掌握了其中的精髓。她每日跟随玄机子修炼，日子虽苦，却也觉得充实。然而，她心中始终有一个疑问：那妖人究竟为何会盯上自己？又为何要通过控制自己来达到目的？她决定，等时机成熟，定要问个明白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翠兰的修为日益精进，而石室中的妖人却始终没有动静。他心中暗自思量，或许这妖人还有什么后手，自己必须小心应对。终于有一天，玄机子告诉他，那妖人的封印已经松动，必须尽快将其消灭。翠兰闻言，心中既紧张又兴奋，她知道自己终于要面对真正的挑战了。而这场挑战的背后，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那日，翠兰得知妖人封印松动，心中那是既忐忑又激动，就跟吃了五味杂陈的饺子似的，啥味儿都有。她跟玄机子道长说：“师傅，咱可得好好收拾那妖精，不能让他再祸害人。”玄机子道长捋了捋下巴上的山羊胡子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徒弟呀，这回可就看你的了。记住，心要静，气要稳，手底下得有准头儿。”翠兰一听这话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感觉自己就跟那即将上阵杀敌的女将军似的，威风凛凛。她忙点头答应：“师傅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不给您丢脸。”准备妥当之后，师徒二人便来到了石室前。玄机子道长念了个咒语，那石室的大门就吱嘎一声开了，里头黑漆漆的，啥也看不见。翠兰深吸一口气，迈步就往里走，心里头那个忐忑劲儿，就跟踩在了冰面上似的，生怕一脚踩空。石室里头，那妖人正闭目养神呢，听见动静，猛地睁开了眼睛。翠兰一看，妈呀，那双眼睛就跟俩红灯笼似的，吓得她差点没叫出声来。玄机子道长一看这情形，忙念了个定身咒，那妖人身子一僵，动弹不得了。翠兰见状，心里头那个乐呀，心想这回看你往哪儿跑。她忙从师傅手里接过一把宝剑，就要往妖人身上招呼。玄机子道长却拦住了他：“徒弟，别急，咱得先把他的法力给封了。”封印了妖人的法力之后，翠兰和玄机子道长开始审问他。那妖人一开始还嘴硬，啥也不说。翠兰一看这情形，心说给你点儿阳光你就灿烂是吧？他猛地一拍桌子，大声喝道：“说，你为啥要害我？到底有啥目的？”那妖人被翠兰这一嗓子给吓了一哆嗦，忙竹筒倒豆子似的，一股脑说了出来。原来这妖人修炼的是一门邪术，需要吸取人的精气神才能提升修为。他盯上翠兰，是因为看她身上有一股子灵气，想着吸取了她的精气神之后，自己的修为就能更上一层楼。翠兰一听这话，心里头那个气呀，心想你这妖精可真是丧心病狂，连我这小老百姓都不放过。他瞪了妖人一眼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哼，这回看你怎么跑！”玄机子道长听了妖人的话之后，眉头紧锁，他叹了口气，
说：“徒弟呀，这妖人作恶多端，咱们不能轻易放过他。”翠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师傅，您说怎么办吧，我都听您的。”玄机子道长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咱们得把他送回他该去的地方，让他再也不能出来害人。”玄机子道长把那个黑球装进了乾坤袋里，然后对翠兰说：“徒弟呀，这事儿咱们算是办妥了。不过你得记住，修行之路漫长且艰险，咱们得时刻保持警惕。”翠兰忙点头答应：“师傅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修行的。”师徒二人收拾了一番之后，便离开了石室。翠兰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破旧的屋子，心说这回可真是多亏了母猪精和师傅，不然自己可就凶多吉少了。她暗暗下定决心，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地修行，保护好自己，也保护好身边的人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翠兰的修为也越来越高。她跟着玄机子道长走南闯北，降妖除魔，渐渐地在江湖上闯出了一片名头。人们都说翠兰姑娘那可是巾帼不让须眉，是个了不起的女中豪杰。转眼间10年过去了，翠兰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小姑娘成长为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她的修为也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就算是那些厉害的妖精，也不是她的对手。这一日，翠兰和玄机子道长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小村庄。村里的人们都说，最近夜里老是有鬼哭声，吓得大家都不敢出门。翠兰一听这话，心说这事儿得管管，不能让村民们受这份罪。于是师徒二人便开始调查起来。经过一番打听和观察，他们发现那鬼哭声竟然是从一个废弃的井里传出来的。翠兰心想，这事儿可有点蹊跷啊，得下去看看才行。玄机子道长一看翠兰那坚决的样子，知道拦也拦不住她，只好嘱咐她小心点儿。翠兰点了点头，拿起一根绳子，就顺着井口滑了下去。井下黑洞洞的，啥也看不见。翠兰摸索着往前走，心里头那个忐忑劲儿，就跟踩在了棉花上似的，软绵绵的，没着没落。走了好一会儿，她才看见前方有一丝光亮。她忙加快脚步走了过去。到了跟前一看，翠兰顿时愣住了。只见前方坐着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，正低头哭泣呢。那女子的身影，翠兰看着咋那么熟悉呢？她仔细想了想，妈呀，这不是当年自己救下的那头母猪精吗？翠兰忙上前问道：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咋还哭上了呢？”那女子抬头一看，见是翠兰，也愣住了。她擦了擦眼泪，说：“翠兰姑娘，是我呀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”翠兰一听这话，心里头那个惊讶劲儿，就跟吃了辣椒似的，火辣辣的。她忙说道：“记得记得，你咋变成人了呢？”那女子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当年我回归天界之后，玉帝念我修行不易，又积德行善，就赐给了我一个人身。我本想回来找你，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可没想到却被人封印在了这口井里。”翠兰一听这话，心里头那个气呀，心想这又是哪个缺德的妖精干的好事儿？她忙问道：“那封印你的人是谁？咱得去找他算账。”那女子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只知道他很厉害。翠兰姑娘，你得小心点儿。”翠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”于是翠兰和那女子一起开始想办法破解封印。经过一番努力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封印的破绽，成功地破解了封印。那女子一获救，就忙向翠兰道谢。翠兰摆了摆手，说：“别客气，咱们都是修行之人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”而那女子呢，在翠兰的帮助下，也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修行之路。他们约定好，以后有机会再见面，一定要好好聊聊这些年的经历和见闻。翠兰望着那女子远去的背影，
心中感慨万千。他知道修行之路虽然漫长且艰险，但只要心中有信念，就一定能够走到最后。而他也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，直到达到自己的修行目标。从此，翠兰姑娘的事迹在江湖上越传越广，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佳话。而她也始终保持着那份善良和勇敢，继续着自己的修行之旅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女子私会情夫，被父亲撞见。女子说：“爹，你别出声。”在那江南水乡的一处偏远小镇，名叫木雨镇，镇上有个大家族，姓柳。柳家世代经商，家财万贯，在当地那是响当当的人物。柳老爷柳万才年近50，面容威严，一双眼睛如鹰隼般锐利，让人不敢直视。柳夫人早年因病去世，留下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，名叫柳梦蝶。这柳梦蝶不仅长得倾国倾城，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镇上多少青年才俊都对她心生爱慕。可偏偏这姑娘眼界极高，一个也没看上。然而这柳梦蝶心中却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她爱上了一个名叫林一峰的男子，此人是镇上新来的教书先生，长得温文尔雅，满腹经纶，两人一见钟情，私定终身。这事儿要是放在平常人家，倒也不算什么大事，可柳家乃名门望族，柳老爷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一个穷教书匠？因此这段恋情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。柳梦蝶和林一峰常常趁着夜深人静之时，在镇外的老槐树下相会。这日正值中秋佳节，一轮明月高悬夜空，洒下银辉，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柳梦蝶趁着父亲熟睡之际，悄悄换上男装，溜出了家门，直奔与林一峰约定的地点。一路上，她心中既激动又忐忑，仿佛怀揣着一只小鹿，砰砰直跳。到了老槐树下，只见林一峰早已等候多时，他身穿一袭素衣，手持一把纸扇，风度翩翩，宛如画中走出的人物。见到柳梦蝶，他脸上绽放出温柔的笑容，轻声说道：“梦蝶，你来了。”柳梦蝶羞涩地点点头，两人并肩坐在老槐树下，诉说着彼此的思念之情。月光如水，温柔地洒在他们身上，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静止了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正当两人沉浸在甜蜜之中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。刘老爷不知何时竟然醒了过来，发现女儿不见了踪影，心中大惊，连忙派人四处寻找。这不找不知道，一找就找到了老槐树下，远远望见女儿与一陌生男子相拥而坐。刘老爷气得脸色铁青，怒火中烧：“孽障！你竟敢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！”刘老爷怒喝一声，就要冲上前去。柳梦蝶听见父亲的声音，心中一惊，连忙拉住林一峰的手，急中生智，低声说道：“爹，你别出声，听我解释。”刘老爷一听这话，脚步一顿，疑惑地看向女儿，只见柳梦蝶神色镇定，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，这让他心中不禁升起一丝疑惑：“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这大半夜的，你一个姑娘家，跟一个男人在这里私会，成何体统？”刘老爷怒气冲冲地说道。柳梦蝶深吸一口气，缓缓站起身，走到父亲面前，说道：“爹，我知道这事儿让您生气了，但请您听我细细道来。这位并非什么陌生人，而是女儿的心上人林一峰。”“心上人？哼，一个穷教书匠，也配做我柳万才的女婿？”刘老爷不屑地哼了一声：“爹，您别看他现在只是个教书匠，但他才华横溢，品性高洁，将来必成大器。女儿真心爱他，请您成全我们。”柳梦蝶语气坚定，眼中满是真诚。
刘老爷一听这话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扬起手就要打女儿。就在这时，林一峰也站起身，走到刘老爷面前，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刘老爷，在下林一峰，确实爱慕梦蝶已久。在下虽出身贫寒，但定当努力上进，不负梦蝶一片深情。”刘老爷看着眼前的年轻人，只见他目光清澈，神色坦然，心中不禁暗暗点头，但一想到他只是个教书匠，心中那股怒气又涌了上来。哼，你说得轻巧，我柳家乃名门望族，怎能让你这等贫寒之士玷污了门楣？刘老爷冷哼一声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奇异的风吹过，老槐树上的叶子哗哗作响，仿佛有什么不祥之兆。柳梦蝶心中一惊，连忙拉住父亲的手，说道：“爹，您先别急着走，女儿还有话要说。”刘老爷停下脚步，疑惑地看向女儿。只见柳梦蝶神色凝重，低声说道：“爹，女儿有一件事儿一直瞒着您。其实女儿并非凡人，而是……你说什么胡话呢？”刘老爷一听这话，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。“爹，女儿没胡说。您还记得10年前女儿得了一场大病，差点没命了吗？”柳梦蝶继续说道。刘老爷一听这话，心中不禁一紧。10年前，女儿确实得了一场大病，遍访名医都治不好，最后是一个游方的道士路过此地，给女儿服下了一粒神奇的丹药，这才救回了女儿的命。难道说你跟那道士？刘老爷惊讶地问道。柳梦蝶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没错，那道士其实并非凡人，而是一位修仙者。他见女儿根骨清奇，便赐给女儿一粒仙丹，让女儿拥有了半仙之体。女儿这些年一直瞒着您，就是怕您担心。”刘老爷一听这话，惊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他看着女儿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那你现在跟着林一峰？”刘老爷结结巴巴地问道。“爹，女儿跟林一峰的缘分其实是上天注定的。女儿体内仙丹的力量，只有跟他在一起时才能发挥到最大。女儿不想失去这份力量，更不想失去林一峰。”柳梦蝶深情地看着林一峰，眼中满是坚定。刘老爷一听这话，心中不禁五味杂陈。他看看女儿，又看看林一峰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时，老槐树上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笑声，紧接着，一个身穿黑袍的神秘人从树上飘然而下，落在了他们面前。“哈哈，想不到柳家小姐竟是半仙之体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”神秘人阴阳怪气地说道。刘老爷一看这神秘人的装扮和气质，就知道他不是善茬儿，连忙将女儿护在身后，警惕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想干什么？”神秘人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需要柳家小姐体内的仙丹力量。只要你乖乖把女儿交给我，我就饶你不死。”刘老爷一听这话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怒喝道：“大胆狂徒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人！我柳万才岂能怕你？”神秘人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说着，神秘人一挥衣袖，一股强大的法力便向刘老爷袭来。刘老爷躲闪不及，被法力击中，口吐鲜血，倒在地上。“爹！”柳梦蝶惊呼一声，连忙跑上前去扶起父亲。神秘人看着柳梦蝶，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，说道：“小丫头，乖乖跟我走吧，否则你父亲的性命可就不保了。”柳梦蝶看着父亲，又看看神秘人，心中陷入了两难境地。就在这时，林一峰突然站了出来，挡在柳梦蝶面前，说道：“休想伤害梦蝶，有本事你冲我来！”
神秘人看着林一峰，不屑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就凭你，哼，不自量力。”说着，神秘人再次挥动衣袖，一股更强的法力便向林一峰袭来。林一峰虽然身为凡人，但为了保护心爱之人，也顾不得许多，咬紧牙关，运起全身力气迎了上去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林一峰被法力击中，整个人倒飞出去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口吐鲜血，昏迷不醒。一峰！柳梦蝶惊呼一声，连忙跑过去扶起林一峰，看着他苍白的脸色，心中悲痛欲绝。神秘人看着这一幕，得意地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小丫头，现在你还有何？乖乖跟我走吧。”说着，神秘人便伸手向柳梦蝶抓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照在神秘人身上。神秘人惨叫一声，瞬间化为一股黑烟，消散在空中。是谁？竟敢坏我好事？神秘人的声音在空中回荡，却已不见其人。柳梦蝶抬头望去，只见天空中云雾缭绕，金光闪烁，仿佛有神仙降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梦蝶，别怕，是我。”柳梦蝶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位身穿白衣、头戴玉冠的俊逸男子从云中缓缓降下，落在了他面前。这男子面容俊朗，气质超凡脱俗，仿佛从画中走出的人物一般。“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柳梦蝶惊讶地问道。男子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是修仙界的凌霄真人，10年前曾路过此地，救过你一命，如今见你有难，特来相助。”柳梦蝶一听这话，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暖流，感激地说道：“原来是恩公，梦蝶感激不尽。”凌霄真人摆摆手，说道：“不必客气，我只是尽我所能罢了。如今这神秘人虽然被击退，但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得尽快提升自己的修为，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。”柳梦蝶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恩公说的是，梦蝶定当努力修炼，不负恩公厚望。”凌霄真人看着柳梦蝶，眼中满是赞赏，说道：“好，既然你有这般说定了，我便传授你一套修仙法门，助你提升修为。”说罢，凌霄真人手指微动，一道金光便射入了柳梦蝶的眉心。柳梦蝶只觉一股暖流涌入体内，瞬间便觉得神清气爽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清晰了许多。这便是修仙的第一步，凝练心神，感知天地灵气。你需每日修炼，将心神沉入丹田，引导天地灵气入体，化为己用。凌霄真人缓缓说道。柳梦蝶认真听着，心中默念法诀，果然觉得有一丝丝清凉的气体从四面八方涌来，钻入他的体内。他按照凌霄真人的指点，将这股气体引入丹田，只觉一股暖流在体内游走，说不出的舒服。记住，修仙之路，切忌急功近利，需循序渐进，稳扎稳打。你体内有仙丹之力，修炼起来自然事半功倍，但也要小心走火入魔。凌霄真人语重心长地说道。柳梦蝶点点头，将凌霄真人的话铭记在心。他每日除了照顾受伤的父亲和林一峰，便是刻苦修炼。渐渐的，他发现自己不仅能感知到天地灵气，还能运用法力，施展一些小法术了。而另一边，那神秘人被凌霄真人击退之后，心中恼怒不已。他原本以为柳梦蝶不过是个半仙之体，手到擒来，没想到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他深知自己不是凌霄真人的对手，便暂时隐忍下来，暗中打听凌霄真人的来历和柳梦蝶的情况。这一日，神秘人终于打听到凌霄真人乃是修仙界有名的高手，而柳梦蝶体内的仙丹更是来自修仙界的至宝。
他心中一动，计上心来。他化作一个游方的道士，来到木雨镇，四处宣扬自己能够驱邪除魔、治病救人。镇上的人见他有几分本事，便纷纷请他帮忙。神秘人趁机接近柳家，想要再次对柳梦蝶下手。然而此时的柳梦蝶已经今非昔比，他不仅能够感知到神秘人的恶意，还能运用法力将他击退。神秘人见柳梦蝶修为大涨，心中更加忌惮，不敢轻易动手。这一日，神秘人终于按捺不住，决定在晚上对柳梦蝶下手。他趁着夜色悄悄潜入柳家，却发现柳梦蝶正在修炼，周身环绕着一层淡淡的金光，根本无法靠近。神秘人心中大怒，正欲强行冲破金光，却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法力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将他牢牢困住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凌霄真人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面前，正冷冷地看着他。哼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放弃，今日我便彻底将你消灭，以免你再为祸人间。凌霄真人怒喝一声，双手结印，瞬间便有无数的雷电向神秘人劈去。神秘人大惊失色，拼死抵抗，却无济于事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神秘人便被雷电劈得灰飞烟灭，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。凌霄真人收回法力，看着柳梦蝶说道：“梦蝶，如今这神秘人已被消灭，你也可以安心修炼了。不过修仙之路漫长而艰辛，你需有坚定的信念和毅力，才能走到最后。”柳梦蝶点点头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说道：“恩公放心，梦蝶定当努力修炼，不负恩公厚望。”凌霄真人满意地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，既然你如此坚定，我便再送你一件法宝，助你修炼。”说罢，凌霄真人从袖中取出一把小巧的玉笛，递给柳梦蝶。这玉笛通体晶莹剔透，散发着淡淡的荧光，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。此乃玉笛仙音，能够助你凝练心神，抵御外邪。你只需将心神沉入其中，便能感受到它的妙用。”凌霄真人说道。柳梦蝶接过玉笛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按照凌霄真人的指点，将心神沉入玉笛之中，果然觉得心神更加凝练，仿佛与天地灵气更加亲近了。从此以后，柳梦蝶更加刻苦修炼，不仅将玉笛仙音修炼得炉火纯青，还将凌霄真人传授的法诀修炼到了极高的境界。他的修为日益精进，渐渐的便能够运用法力，施展一些强大的法术了。而林一峰在柳梦蝶的精心照料下，也终于醒了过来。他得知柳梦蝶的遭遇和修仙的经历，心中既惊讶又感动。他决定放弃教书匠的身份，陪柳梦蝶一起修炼，共同追求长生之道。凌霄真人见柳梦蝶和林一峰情投意合，又都有修仙的天赋，便收他们为徒，传授他们更高深的法诀和法术。在凌霄真人的指点下，柳梦蝶和林一峰的修为更是突飞猛进，不久便成为了修仙界有名的高手。他们二人不仅修炼有成，还时常下山除妖卫道，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。他们的名声渐渐传遍了整个修仙界和人间界，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英雄。而柳家也因为有了柳梦蝶这位修仙高手的庇护，渐渐成为了木雨镇上的第一大家族。镇上的人们都对柳梦蝶和林一峰充满了敬仰和感激之情。岁月如梭，转眼间，柳梦蝶和林一峰已经修炼了几百年。他们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，不仅能够御剑飞行，还能运用法力，呼风唤雨，移山倒海。然而，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。他们知道，修仙之路虽然漫长而艰辛，但最终的目的
却是为了追求长生之道，帮助更多的人。于是他们决定离开木雨镇，云游四海，寻找更多的修仙机缘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。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修仙界和人间界流传千古的佳话。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人们总会想起那位美丽善良的柳家小姐和那位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，以及他们那传奇般的修仙经历。他们的故事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人们心中的黑暗，指引着他们向着光明和希望前进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女子等出嫁，见新郎脖子上长人面，叫头奶奶躲花轿里。在江南水乡的一处小镇，有个姓柳的大户人家，家中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名叫柳婉儿。这柳婉儿自幼便聪慧过人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更是生得一副好模样，真可谓是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转眼间，柳婉儿到了出阁的年纪，柳家便张罗着给她寻一门好亲事。经过一番精挑细选，柳家最终选中了镇上的赵家公子赵元丰。这赵元丰长得一表人才，为人谦逊有礼，家中也是富甲一方，与柳家可谓是门当户对。两家一拍即合，选了个黄道吉日，准备让柳婉儿出嫁。出嫁那日，柳婉儿身着大红嫁衣，头戴凤冠霞帔，端坐在闺房之中，等着新郎前来迎娶。她心中既有对未知生活的憧憬，又难免有些忐忑不安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，原来是迎亲的队伍到了。柳婉儿在喜娘的搀扶下，缓缓走出闺房，坐上了那装饰的喜气洋洋的花轿。花轿抬起，一路吹吹打打，向着赵家而去。坐在花轿里的柳婉儿，透过轿帘的缝隙，看着外面热闹的景象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吹过，轿帘被吹得轻轻飘起，柳婉儿无意中瞥见了走在一旁的新郎赵元丰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可把她吓得魂飞魄散。只见赵元丰的脖子上竟然长着一张人脸，那张人脸面色苍白，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，正死死地盯着他看。柳婉儿吓得赶紧缩回轿子里，双手紧紧捂住嘴巴，生怕自己叫出声来。她心中暗自思量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新郎的脖子上怎么会长着一张人脸？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可当她再次鼓起勇气，悄悄掀起轿帘时，却发现新郎的脖子上什么也没有，一切正常。柳婉儿心中疑惑不解，只当是自己方才眼花看错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她又听到了一个细微的声音在耳边轻轻响起：“婉儿，别怕，躲进花轿里，千万别出来。”柳婉儿心中一惊，循声望去，却发现四周空无一人。那声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？她正纳闷间，突然感觉到轿子猛地一颠，紧接着停了下来。喜娘在外面喊道：“新娘子，到地方了，快下轿吧。”柳婉儿心中惴惴不安，在喜娘的搀扶下，缓缓走出了花轿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看到一个人影，急匆匆地向她跑来，边跑边喊道：“婉儿，快躲进花轿里！”柳婉儿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轿头奶奶，一个在当地很有威望的老妇人。这轿头奶奶平日里专门负责给人抬轿子，见多识广，颇有几分神通。柳婉儿见她神色慌张，心中更加慌乱，连忙问道：“轿头奶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轿头奶奶也来不及多解释，一把拉住柳婉儿的手，就往花轿里拽：“别问那么多了，快躲进去，新郎有问题。”柳婉儿虽然心中疑惑，但见轿头奶奶如此紧张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，连忙钻进了花轿里。轿头奶奶随后也跟了进来，一把将轿帘放下，将花轿遮得严严实实。花轿外，喜娘和迎亲的队伍见状，都是一愣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赵元丰更是眉头紧锁，上前问道：“教头奶奶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何不让新娘子下轿？”教头奶奶在轿子里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赵公子，老身劝你还是收起你那套把戏吧，新娘子不能嫁给你。”赵元丰闻言，脸色骤变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赵元丰明媒正娶，何来把戏之说？”教头奶奶冷哼一声：“哼，你以为你脖子上长着的那张人脸能瞒得过我吗？那可是个厉鬼。你若是执意要娶新娘子，只怕会害了她性命。”赵元丰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惊慌，但很快又镇定下来：“教头奶奶，你休要血口喷人。我赵元丰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岂容你如此诋毁？”教头奶奶也不再跟他废话，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符，贴在了轿门上：“你若是有本事，就破了我这张符，否则休想让新娘子踏出这花轿半步。”赵元丰见状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却也无计可施。他瞪了教头奶奶一眼，转身对迎亲的队伍说道：“我们走，这亲不结了。”说罢，他便带着迎亲的队伍气冲冲地离开了。喜娘见状，也是一脸茫然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她站在花轿外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转身离开了。花轿里，刘婉儿听到外面的动静，心中七上八下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她轻轻掀开轿帘的一条缝，向外看去，只见外面空无一人，只剩下那孤零零的花轿停在原地。教头奶奶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刘婉儿低声问道。教头奶奶叹了口气：“婉儿姑娘，你暂且在这花轿里待着，老身去请个道士来，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说罢，教头奶奶便掀开轿帘走了出去。刘婉儿一个人待在花轿里，心中忐忑不安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花轿外依旧静悄悄的，没有丝毫动静。刘婉儿心中越发慌乱，忍不住悄悄掀起了轿帘，向外看去。这一看，差点把她吓得魂飞魄散。只见外面不知何时竟围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影，那些黑影一个个面目狰狞，张牙舞爪，正朝着花轿缓缓逼近。刘婉儿吓得连忙缩回轿子里，双手紧紧捂住嘴巴，生怕自己叫出声来。她心中暗自思量，这些黑影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教头奶奶去请道士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就在这时，她突然感觉到一股阴冷的气息从轿门处透了进来。紧接着，一个阴森森的声音在轿子里响起：“婉儿姑娘，你躲得了吗？”刘婉儿闻言，心中一惊，循声望去，只见轿门处不知何时竟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。那人影浑身散发着阴冷的气息，脸上更是没有一丝血色，正死死地盯着他看。你是谁？”刘婉儿声音颤抖地问道。那人影嘿嘿一笑：“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今天必须跟我走。”说罢，他便伸手向刘婉儿抓来。刘婉儿吓得连连后退，一边退一边喊道：“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”可那人影却丝毫不理会他的呼喊，依旧步步紧逼。刘婉儿退到轿角，无路可退，只能闭上眼睛等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大喝：“孽畜，休要伤人！”紧接着，便见一道金光从轿外射入，直取那人影而去。那人影见状，吓得连忙躲闪。金光落空，打在轿门上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。轿门被金光打得四分五裂，轿外也随之传来了一阵喧闹声。刘婉儿睁开眼睛，只见轿外不知何时竟多了一个人。那人身穿道袍，手持宝剑，正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。“道长，救命啊！”刘婉儿见状，连忙喊道。那道长闻言点了点头，
目光如炬地看向那人影。哼，区区一个厉鬼也敢在这里放肆！看剑！说罢，他便挥剑向那人影刺去。那人影见状，吓得连忙化作一道黑烟，逃之夭夭。道长见状，也不追赶，而是转身看向刘婉儿：“婉儿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刘婉儿从花轿里走出来，心有余悸地说道：“多谢道长救命之恩。”道长微微一笑：“不必客气，我乃云游四方的道士，路经此地，见此地有妖气弥漫，便前来查看，没想到竟遇到了这等事情。”刘婉儿闻言，心中感激不已：“道长，那新郎赵元丰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脖子上为何会长着一张人脸？”道长叹了口气：“此事说来话长。那赵元丰实则早已被厉鬼附身，那厉鬼不知从何处得来一张人脸，便贴在了他的脖子上，企图借此机会混入人间，为非作歹。若非我及时赶到，只怕婉儿姑娘就要落入那厉鬼之手了。”刘婉儿闻言，吓得脸色煞白：“那现在该怎么办？”道长沉吟片刻：“婉儿姑娘，你暂且不必担心。那厉鬼虽然狡猾，但也并非无懈可击，我自有办法将其降服。”说罢，他便从怀里掏出一张符咒，贴在了花轿上。这张符咒可以暂时封印住那厉鬼的气息。婉儿姑娘，你暂且在这花轿里待着，等我将那厉鬼降服，再送你回家。刘婉儿闻言，心中稍安，连连点头：“多谢道长。”道长也不再多言，转身向着厉鬼逃走的方向追去。刘婉儿一个人待在花轿里，虽然心中依旧有些害怕，但想着有道长在，总算是安心了不少。然而她并不知道，这场风波才刚刚开始。且说那道长追着厉鬼，一路向镇外的乱葬岗跑去。那厉鬼也深知自己不是道长的对手，边跑边回头张望，神色慌张。道长见状，心中冷笑：“哼，你这孽畜，今日休想逃脱！”说罢，他便加快了脚步，向厉鬼追去。不多时，便追到了乱葬岗。那厉鬼见无路可逃，索性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面对着道长：“你这道士为何苦苦相逼？”厉鬼声色俱厉地说道。道长手持宝剑，义正言辞：“你这孽畜，为祸人间，我身为道士，岂能坐视不管？”厉鬼闻言，哈哈大笑：“道士，你以为就凭你一人之力就能将我降服？”道长面色凝重，却不退缩：“哼，邪不胜正，今日我定要让你伏法。”说罢，他便挥剑向厉鬼刺去。厉鬼见状，身形一闪，躲开了道长的攻击。随后，他张开嘴巴，吐出一团黑烟，向道长袭来。道长连忙挥剑斩去，将黑烟斩得七零八落。可那黑烟却仿佛有生命一般，四散而逃，又重新汇聚在一起，向道长袭来。道长心中一惊，知道这厉鬼有些手段，不敢大意。他默念咒语，手中的宝剑瞬间光芒大盛，向黑烟斩去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黑烟被宝剑斩得烟消云散。厉鬼见状，脸色大变，他没想到这道长竟有如此厉害的法宝。他不敢再恋战，转身就想逃跑。可道长岂能容他逃跑？他身形一闪，便拦在了厉鬼的面前。厉鬼无处可逃，只能硬着头皮与道长斗法。二人你来我往，斗得难解难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。道长心中一动，知道是援兵到了。果然，不多时，便见教头奶奶带着几个青壮年男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他们手里都拿着家伙绳儿，神色坚定。道长，我们来帮你了！教头奶奶大喊一声，便带着几个青壮年男子
向厉鬼冲去。厉鬼见状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没想到这些人竟然如此大胆，赶来围攻他。他想要逃跑，可却被道长紧紧缠住，脱身不得。教头奶奶带着几个青壮年男子冲到厉鬼身边，一顿乱打乱砍。那厉鬼本就身受重伤，此刻又遭到围攻，哪里还招架得住？不多时，便被打得奄奄一息，瘫倒在地。道长见状，趁机挥剑向厉鬼斩去。只听扑哧一声，宝剑便穿透了厉鬼的身体。厉鬼发出一声惨叫，随后便化作一团黑烟，消散在空中。道长收剑入鞘，转身看向教头奶奶和几个青壮年男子，多谢各位相助。教头奶奶摆了摆手，道长客气了。这厉鬼为祸人间，我们也有责任将其铲除。说罢，他便走到花轿旁，掀开轿帘，看向里面的刘婉儿。婉儿姑娘，没事了。那厉鬼已经被道长降服了。刘婉儿从花轿里走出来，神色依旧有些恍惚。她看着道长和教头奶奶，心中感激不已，多谢道长和教头奶奶救命之恩。道长微微一笑，婉儿姑娘不必客气。只是这赵家公子被厉鬼附身已久，只怕已经凶多吉少。你日后若是想再寻一门亲事，还需谨慎才是。刘婉儿闻言，心中一沉。她虽然与赵元丰素未谋面，但想到他竟被厉鬼附身，心中也不免有些惋惜。教头奶奶见状，拍了拍刘婉儿的肩膀：“婉儿姑娘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这世事无常，谁也无法预料。你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来找我。”刘婉儿点了点头，心中暗自思量：这教头奶奶虽然是个抬轿子的，但为人仗义，颇有神通。日后若是真有需要，找她帮忙也未必不可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群人手持火把，从远处跑来。他们跑到近前，看到道长和教头奶奶，神色一喜。道长，教头奶奶，我们找到赵家公子了。其中一个男子大喊一声。众人闻言都是一愣，他们没想到这赵家公子竟然还活着。道长皱了皱眉，心中暗自思量：这赵家公子被厉鬼附身已久，即便此刻还活着，只怕也已经神志不清，成了个活死人。他正想着，便见那男子带着众人走到一处草丛旁。他们拨开草丛，只见赵元丰衣衫褴褛，浑身是伤，正蜷缩在那里，瑟瑟发抖。赵公子！刘婉儿见状，忍不住喊了一声。赵元丰听到声音，抬起头来看向刘婉儿，他的眼神空洞无神，仿佛失去了灵魂一般。刘婉儿看着他，心中一阵酸楚。道长走到赵元丰身边，仔细检查了一番。他叹了口气，这赵公子已经被厉鬼侵蚀得太久，只怕已经无药可救了。众人闻言都是一阵唏嘘，他们没想到这赵家公子竟然落得如此下场。教头奶奶叹了口气，这也算是他的报应吧。只是这婉儿姑娘的亲事，只怕是要黄了。刘婉儿闻言神色黯然，她虽然与赵元丰素未谋面，但想到自己因为这桩亲事差点丢了性命，心中也不免有些后怕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马蹄声从远处传来，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辆马车急匆匆地驶来。马车停下，从车上走下来一个中年男子，他神色焦急，看向众人：“婉儿，你没事吧？”刘婉儿看到男子，心中一喜：“爹爹，我没事。”原来这中年男子正是刘婉儿的父亲柳员外。他得知女儿出嫁途中遭遇厉鬼，连忙带着家丁前来寻找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找到了女儿。
柳员外看着女儿安然无恙，心中稍安。他转向道长和教头奶奶，拱手作揖：“多谢道长和教头奶奶，救了我女儿一命。”道长和教头奶奶连忙还礼：“柳员外客气了，降妖除魔乃是我们分内之事。”柳员外点了点头，又看向赵元丰：“这赵公子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道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柳员外。柳员外闻言神色复杂，他没想到这赵家公子竟然被厉鬼附身，还差点害了自己女儿。他叹了口气，这也算是他的报应吧。只是这婉儿的亲事，只怕是要重新张罗了。刘婉儿闻言，心中一阵无奈。她知道自己这桩亲事已经黄了，但想到自己因为这场风波差点丢了性命，心中也不免有些庆幸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欢呼声从远处传来，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群人手持火把，兴高采烈地跑来。他们跑到近前，大喊道：“厉鬼被除了，我们可以安心睡觉了。”众人闻言都是一阵欣慰，他们知道这场风波总算是过去了。道长看着众人，微微一笑：“好了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”说罢，他便转身离去。教头奶奶和柳员外等人也纷纷告辞离去。刘婉儿看着众人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她知道这场风波虽然过去了，但自己的生活却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她叹了口气，转身走向马车。柳员外见状，连忙上前搀扶：“婉儿，别难过了，爹爹会再给你寻一门好亲事的。”刘婉儿点了点头，强忍住心中的泪水。她知道自己此刻不能倒下，还要坚强地面对未来的生活。她坐上马车，随着柳员外一行人缓缓离去。马车渐行渐远，最终消失在夜色中。而这场关于厉鬼附身、新娘遇险的风波，也成了小镇上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每当有人提起时，都会感慨不已，唏嘘不已。而刘婉儿也在这场风波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的女子。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，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，只要心中有信念，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